嗨，我是君令，欢迎来到我的写字教学频道。你有没有曾经有过这样子的困扰，想要写出漂亮的字，可是怎么练字，字体都还是很丑？今天我要透过这一集的影片分享，迅速协助你改善自己的字体，让你从这样子的字体变身成为这样子的字体。给我10分钟，我们来进行一场手写字体的大改造吧。对了，提醒您给这部影片按个赞，这样它就会收藏在您的播放列表中，方便你可以拿出来复习哦。关于改造前的字，我们先来快速的分析一下它的问题点出在什么地方。首先，我们先看到神这个字，神这个字呢，出了哪些问题？你看得出来吗？第一个问题，很明显的就是它字体的大小。我们说字体要写格子的7分满到8分满，所以这个神字有点太小了。再来就是它的位置，如果这是十字格中心点的部分，我们应该把它置中放置。再来我们看到笔画线条的部分，一般我们在练习写字的初期，会建议大家使用中性笔来做练习。那像我们现在上方看到的神这个字，它用的笔是属于比较细的笔，那细的笔呢，在做笔画的粗细跟线条上面呢，就会显得比较薄弱。如果是我自己的话，我会选择用大概 0.7 粗细的笔。这是我习惯使用的笔的牌子，我放在下方的留言栏处给您参考，您可以点选进去看看。再接着看神字的架构上也出了蛮大的问题，比如说这一块空间就特别的大，这边的空间跟这边的空间，这些空间分配就不够均等。那我们很讲求空间的分布要均等，也就是要达到均间的要求。再看到隔壁生这个字的部分，这个字的部分呢，可以发现这边的线条不够平稳，这个竖画的线条也不够直，表示呢手部肌肉在对这个线条的伸展跟掌握度上不是很好。那我们要经过多多练习去改善这个部分呢。那再看到这个生字的这个口部结构，这个口部结构呢，我们可以做一点上大下小，让这个口部写起来更好看。那再接着呢，我们再观察一下这整个神字，会发现呢，神字呢没有一个笔画是特别长的。通常我们在一个字里会找出一个笔画当作是这个字的主笔，让这个主笔延伸，那这个字就更有一个重心了。以上就是我对画面上方神字大致的问题点的说明。这样的说明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在下方的留言栏留言说明有帮助，这样子我就知道以后类似的部分我们可以多多分享，协助大家找出问题。如果以上的说明对你并没有产生任何的帮助，你也可以在下方留言栏留言没有帮助，我会再多思考要用什么方式能够更清楚的协助大家写好字。我们希望能够拍出真正协助大家改善字体的影片，那这方面的回馈就要请你帮我咯。紧接着我就来示范神字怎么写，我有把握在经过我的说明跟讲解之后，你也能够写出跟我一样漂亮的字。那现在要来先处理神这个字的左手边的部件是的部分。那在是的部分呢，我会运用几个技巧调整笔画，调整笔画的先后顺序，去帮助是的这个部件达到均间。首先我们会先下一个画面上的点画，接着再下横画，没有错哦，你看到的是横画，我所写的也是横画。我会把是部拆解成几个部分去运作，这个运作呢，可以帮助我们书写上面更加的顺利。接着呢，我们会下一笔的竖画，竖画大约在点画的旁边一点点，下竖画。看到这里，你一定觉得奇怪，这是什么字啊？没错，我们写的是是部，但是我调整了笔画的名称，调整了笔画的顺序，接着我现在才要下撇画哦。撇画呢，会从这个部分往下撇出。好，撇出之后，你看是的旁边的部分就清楚的出现了。接着我要下点画，点画呢，
在下的时候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，点画不要太长，太长的话会去干扰到旁边部件的进行。那我们点画的进行呢，最好呢是想象中间这里有一道隐形的墙，点画的部分笔画不要超过这道隐形的墙哦。我用红色下去标示，大家应该就会看得很清楚。接着我们要下点画了，稍微抓下来一点点的部分下点画，好，不要超过。好，我们已经处理好饰布的部分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把整个饰布完整的示范一次。首先我们先下一个点画，点画下方留一个小空间之后下横画，接着在横画的正下方再下竖画，接着我们下撇画，从横画的尾端下撇画，均匀的把这个空间做一个分配，接着我们再下点画，那不要超过这堵隐形的墙。再来我们要处理右手边深的部分，从这边的横画往上延伸，这里有一道横线，我们在横线下方一点的位置写口部结构，先下竖画，接着我们下横折，接着我们再下横画，再下横画。横画在写的时候，我们让这边的空间是均等的，横画的角度跟着上方横线的角度做一样的角度延伸。再接着我们要写竖画的部分了，这个竖画我选择作为神这个字的主笔，那竖画的顶端跟尾端各要在什么位置呢？我们可以这样来看，既然是主笔，就是这个字里面最长的笔画，所以在竖画的起点一定要比这个点来得高，它的终点一定要比下面这个点来得低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从上而下写出这一笔的竖画。那记得如果是竖，我们就让它笔画尽量是直的。好，那我们的神字就处理完毕咯。我们会看到在这个神字里，我们做到了一个空间结构的均等分配。那在这个身的部分，我们也达到了主笔的这样子的要求，那这个神字就可以写得相当好看咯。提醒你赶快为这部影片点赞吧，这么有效的教学一定要收藏起来啊。那么我们又该怎么把这个主字改造成为下面你所看到的这个主字呢？现在我们就要赶紧来看看画面上这个主字，画面上这个主字出了哪些问题呢？首先第一个部分就是字体没有放在格子的正中间，有点偏下了。那我们该如何让字体往上移动呢？这时候就要改变第一笔下笔的位置，把第一笔下笔的位置往上调，整个字体的结构就会跟着往上移动。所以调整下笔的位置可以帮助我们把笔画往你想要的方向移动。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饰布的部分，一样没有达到均尖。再看一下旁边的部件，旁边的部件笔画是歪斜的，这个部分呢我们一定要特别留意。那我们在写字的时候，我们要保持笔画的平稳，笔画该直的地方要直，该平的地方要平，该有弧度的地方要有弧度，但绝对不是像这样子歪歪斜斜扭扭的哦。好，再看最后一笔横画的部分，横画的部分呢，下笔之后往上扬，然后虚掉，好，这不是一个好的结尾。那我们在写笔画结尾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一个压停的动作，这个压停的动作可以帮助我们呢，笔画呢在这个结尾的地方做一个停止收笔的感觉。好，这是笔画的部分我们所给的讲解。接着再看到空间架构的部分，空间架构的部分呢，且字每一个空间的大小都不太一样，上方最大，下方最小，这样子会头重脚轻，让整个字看起来有点重心不稳。所以我们要试着改善这些部分，让这个主字呢写得更加的好看。
那我们现在就来重新改造一下这个主字咯。我就来示范主字怎么写。首先我先在格子7、8分满的位置画一个铅笔线条的方块，这个方块就是我们等一下字形所要呈现出来的大小。好，那现在我在这个方块的边缘，也就是代表7、8分满的位置下第一笔的点画。点画下完之后呢，在下方留一点小空间之后再下横画。接着在点画正下方的位置我们下竖画。接着我们下撇画，撇画要平均把这2块空间分成大致相等，所以我们就小心的处理这个撇的部分。接着我们再下点画。好，点画不要超过这个横画的最旁边出现的延伸虚拟线哦。再来我们要下一笔竖画，这笔竖画呢要写的是主的这个旁边的竖画。好，那下竖画的时候我们先要做一个思考，当我的竖画太靠饰部的时候，这样子你就会觉得这个主旁边的且的部分有点太贴近饰部了。那怎么做呢？我们就要把这个竖画稍微往右手边移动一点，让这边留出一个空间，就不会2个部件太过贴近，感觉有点拥挤。所以我在旁边稍微移动一点，打算下竖画。那我竖画要从哪一个地方当做我的起点呢？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横画往旁边延伸。好，这里留一个空间，横画往旁边延伸，大致就是这个位置，我们可以下第一笔的竖画咯。好，下完第一笔的竖画之后呢，跟随着横线的角度再继续写横折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下2笔的横画，要均间的分配哦。你就想象自己在切蛋糕，这里有一块蛋糕，你要平均把它分成是3块，那这下2刀的位置要下在什么位置，自己就要稍微估计一下。所以我们先下第一笔的横画，要跟着有一个微上扬的斜视，再第2笔的横画。好，2笔横画结束之后呢，我们要下最后一笔的横画咯。最后一笔的横画是一个长横画，它的弧度是稍微往上之后会再往下压，不能像我们一开始给大家看的字，那个主字在最后横画的部分虚掉了，所以它在架构上就会有不稳定的感觉。好，想想我们的横画要从哪里出发呢？假使我从这里出发，写到这里，那这样我的横画会显得很短，这边会有一个空掉的感觉。所以呢，我的横画呢，可以稍微从左手边一点当起点，所以我就把它移动到左手边一点，然后先往上扬，再略略的往下压。好，这就是主这个字哦。您制作影片的目的就是在协助大家改善字体，那么我需要你的回馈，才知道这样子的影片是不是真的有达到它的效果。如果你喜欢这则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这样子它就会被你收藏在播放列表中，日后你也可以很方便的拿出来复习哦。今天的重点练习就到这里，如果想要延伸学习，留言栏和资讯栏处有更多分享哦。那么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咯，拜拜。